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台军动向与马英九2度访问大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珍视和平、反对战争、反台独等成为会上的高频词。值得注意的是，陈斌华还回应了多个两岸社会新闻热点，包括汪小菲与大 S 的婚姻风波，以及甘肃天水麻辣烫走红台湾等。近期两岸热点不断，时隔1年，马英九将再次率台湾青年参访大陆多地进行寻根交流，其中首次包含北京行程，也受到记者会现场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自然应该多来往、常走动。实际上，大陆方面一贯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到访大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会后，我与台媒记者就此事进行交流，他们也跟我提到了去年两岸青年互访给台湾民众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互动。就如同马英九常说的，两岸青年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彼此交流、相互了解，多一份接触，两岸多一份情谊，友谊越深厚，冲突发生的几率就愈低。日前，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宣布将开启第2次大陆之行。国台办对此表示欢迎，并证实马英九将于4月1日到11日率领台湾青年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并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等活动并参访。这也将是马英九首次赴京。针对外界关切马英九此次到北京是否能与大陆领导人会面交流，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肖旭岑日前表示，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两岸领导人会谈之后，希望这次能和老朋友再碰面，一切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陈斌华也对此作出回应，我们会妥善做好马英九先生来访的活动安排，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愿意提供必要协助，也预祝马英九先生此行一切顺利。马英九2度率团访问大陆，受到不少岛内人士的点赞支持。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25号表示为马英九喝彩，认为马英九此行有助于缓和两岸之间的紧张。民众党籍民代黄珊珊则表示，他尊重马英九此行，每一个希望两岸和平的民众都不想台海发生冲突，多沟通当然是好事。但民进党籍民代吴思瑶却酸溜溜地说，国民党非常密切地往大陆去。马英九在给台湾找出一条活路，在两岸中间铺出一条什么样？一条善道。这条道路真的是很多台湾的这个沉默的大众心里面都很支持的。那台湾很多民众才这个终于有一个政治人物蓝营的政治人物展现了展现了肩膀。展现了远见，展现了真的对台湾2300万人民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跨越台湾海峡的婚姻也长期受到两岸舆论的关注。近期两岸不少网友都关注到大陆企业家汪小菲与台湾地区女星大 S 的离婚风波。在27号的记者会上，有台湾记者就此提问，陈斌华回应表示，两岸的婚姻大约有40万对，他们之间的吵吵闹闹不至于激化两岸矛盾，这只是40万分之一。两岸一家亲通婚亲上亲。我祝福所有的两岸婚姻，希望有缘人能够白头偕老。对极少数的失败婚姻，我也希望当事人能好聚好散，一别两宽，各自安好。虽然民进党当局不断制造障碍，但互联网时代两岸交流越发频繁，共同的味觉记忆、共同的审美趣味，也成为两岸青年之间交流的密码。淄博烧烤、四川酸菜鱼，到近日爆火的甘肃天水麻辣烫，一阵阵来自大陆的美食热潮，收获了大批台湾青年的喜爱。陈斌华表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总觉得很温暖、很感动。两岸一家，一民同俗，都是中国人，天生中国味，就爱这个味。最近大家都很关注马英九先生再次到大陆访问，那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我认为大家关注马英九先生访问大陆至少有3个
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和去年的行程相比呢，今年马英九会带着台湾青年前往北京，在北京呢将会有哪些交流活动呢？外界就高度关注。第二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台海局势了，正处在民进党虽然朝小野大，但即将就任，前景难堪之际。所有人呢都会回想起当年马英九上任前后，大陆方面发挥历史主动主导的精神，出台反分裂国家法，遏制台独，同时启动政党交流渠道，连送访问大陆，而且中美也就台湾问题建立磋商机制等等，一举冲破了当时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阴霾，开创了两岸共同走入坚持9·2共识和一中原则，共同推动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今天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大陆方面可能还会有展现历史主动精神的积极作为，因此呢就特别关注。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目前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止跌企稳的新阶段。美国进入了大选年，而来势汹汹的特朗普呢，也释放了一些不同于拜登的对台海局势的温和态度。最近啊，习近平主席不断强调要构建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这是今后50年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而台湾问题呢，作为中美相处之道最敏感的话题，自然会引发关注。马英九啊是留美出身，是台湾历届执政者中与大陆方面以及美国方面都走得最近的一位领导人，而且也比较均衡地把握了协调中美关系的分寸。实践也证明，在马英九就任的这8年当中呢，不仅两岸关系蓬勃发展，而且中美关系也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呢，很多人都对马英九先生这次访问大陆就产生了很大的关注和期待。我曾经见过马英九先生，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握手都十分用力，而且呢，交谈的时候很诚恳。马先生有2位对他有重要意义的好朋友，我也恰好比较熟识。一位呢是当年引领马英九在美国参加保教运动的台湾大学著名教授王小波先生。后来呢，马英九就把保钓作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另一位呢是将马英九介绍给蒋经国先生做秘书的冯沪祥先生。冯先生是台湾当年啊唯一的明文支持1国2制的民意代表。2位老先生虽已离世，但是他们多次向我说起过和马英九交往的趣事，特别是对马英九的政治立场和人格特质的赞赏，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今天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再次到大陆访问，并且预祝他访问圆满成功。